确定了计划，周明瑞顿时有了主心骨，惶恐、徘徊和不安全部被蜷缩于了角落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有心情仔细审视克莱恩残留的记忆碎片。周明瑞习惯性站起身，关上管道阀门，看看壁灯缓缓暗淡，直至熄灭，自己则重新坐下，一边无意识摩挲着手枪的黄铜转轮，一边按住头侧，于染着绯红色泽的黑暗里静静回味，如同电影院里最专心的观众。或许受子弹穿过的影响，克莱恩的记忆就像摔碎的玻璃，不仅失去了连贯性，很多地方还明显缺失内容。比如做工精致的转轮手枪从哪里来，是自杀还是他杀？笔记本上那句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我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事发前2天有没有参与奇怪的事情？不仅这些具体的回忆成为了碎片，有所残缺，就连掌握的知识也是如此。以目前的状态看，周明瑞相信克莱恩如果再回到大学，恐怕毕不了业了。哪怕他实际才离开校园几天，并且对自身没有丝毫放松。2天后要参加廷根大学历史系的面试。鲁恩王国的大学有毕业生不直接留校的传统，导师给了一份廷根大学，一份贝克兰德大学的推荐信。周明瑞无声观看之中，窗外红月西斜，逐渐下沉，直至东方有微光亮起，地平线染上金色。这个时候，里面房间有动静传出，很快脚步声靠向隔离门。梅丽莎醒了，她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啊。周明瑞微微一笑，受克莱恩记忆的影响，对梅丽莎有种看自己亲妹妹的感觉。然而我并没有亲妹妹。梅丽莎和班森·克莱恩不一样，启蒙教育不是在黑夜女神教会的周日学校完成的。她到读书年纪的时候，鲁恩王国颁布了初等教育法，建立中低等教育委员会，并专门提供拨款，加大了投入。不过3年，在收编了不少教会学校的前提下，众多的公立初等学校建立了起来，严格保持宗教中立性原则，不牵涉风暴之主、黑夜女神和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纷争。与一周只用1个铜便士的周日学校比，公立初等学校每周3个便士的学费显得颇为昂贵。但前者每周只在周日学习1天，后者1周却要足足上课6天。综合来看，低价值近乎免费。梅丽莎与大部分女孩不同，从小喜欢齿轮、发条、轴承等事物，立志要做一名蒸汽机械师。本身吃过文化亏，明白教育重要性的长兄班森就像支持克莱恩读大学一样，支持了妹妹的梦想。毕竟廷根技术学校只能算中等教育，不需要再上文法学校或工学做积累。去年7月份，15岁的梅丽莎通过入学考试，如愿以偿成为廷根技术学校蒸汽与机械系的一员，每周的学费也提高到了9便士。而与此同时，班森公职的进出口公司受南大陆局势的影响，无论利润还是业务量都大幅度缩水，不得不裁员超过1/3。班森为了保住工作、维持生活，只能接受更加繁重的任务，必须经常加班，或是前往环境恶劣的地方出差。就像这几天一样。克莱恩不是没想过帮哥哥负担，但平民出身的他，普通文法学校考入的他，一进大学便强烈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。比如作为北大陆所有国家源头语言的古福萨克文，对贵族子弟、对有钱阶层的孩子们来说，那是从小就得学习的内容，而他直到大学才初次接触。类似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，
克莱恩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，经常熬夜早起，才勉强追上别人，以中等成绩顺利毕业。关于兄长和妹妹的记忆跳跃于周明瑞的脑海，直至把手转动，里面房间的门吱呀打开，他才豁然醒转，想起自己掌中正拿着一把左轮手枪。这可是半管制的物品，会吓坏小孩子的。还有我头上的伤口。眼见梅丽莎即将出来，周明瑞边按住太阳穴，便慌忙拉开书桌抽屉，将左轮手枪丢了进去。发生了什么？梅丽莎听到动静，疑惑地望了过来。发生了什么？他正值最青春的阶段，即使吃不上什么好东西，脸庞消瘦，略显苍白，皮肤也依旧充满光泽，散发出少女的气息。看见妹妹褐色的眼眸探究望来，周明瑞强作镇定，将靠近手边的事物拿起，然后从容关上抽屉，掩盖住左轮手枪的存在。而另一只手在太阳穴位置的触感让他确定伤口已经愈合。他从抽屉里拿出的是一块银白色有藤蔓枝叶花纹的怀表，顶端轻轻一按，表盖便弹了开来。他是三兄妹的父亲，那位皇家陆军上士遗留的最值钱物品。但二手货毕竟是二手货，最近几年时不时就要出问题，哪怕找钟表工匠修理过也是一样，这让喜欢带上他抬高身份的班森屡次出糗，干脆丢在了家里。不得不说，梅丽莎或许真有机械方面的天赋，掌握理论知识后便开始借助技术学校的工具捣鼓这块怀表，最近更是宣称将它修好了。周明瑞看着表盖弹开，看到秒针停顿不动，下意识转动顶端，打算给怀表上弦。然而他扭了几圈，还是没有发条绷紧的声音传出，秒针依旧一动不动。好像又坏了。他没话找话说的看向妹妹。梅丽莎没有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快步过来，一把拿走了怀表。他站在原地，先将怀表顶端的按钮拔起，仅仅转动了几圈，便有嗒嗒嗒的秒针走动声传出。正常来说，拔起不应该是调整时间吗？周明瑞的表情顿时变得呆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大教堂的钟声当当传来，连续6下，悠远而空灵。梅丽莎侧耳听完，又将怀表顶端的按钮拔高了一截，接着连续扭动，对好了时间。好了，他简短不带一点情绪地说道，然后按回顶端，将怀表还给了周明瑞。周明瑞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回以微笑。梅丽莎又深深看了哥哥一眼，转身走向橱柜位置，拿上牙刷、毛巾等物，拉门而出，前往公用盥洗室。他刚才的表情怎么有种嫌弃无奈的味道？关爱智障哥哥的眼神。周明瑞摇头低笑，啪嗒一声，合拢表盖，又啪的一声按开。重复着这样的动作，他思维发散地想到了一个问题：没有消音器的情况下，克莱恩自杀，暂时算自杀吧。他自杀的动静绝对不小，一墙之隔的梅丽莎竟然毫无察觉。是他睡得太熟，还是克莱恩自杀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诡异？啪，打开，啪嗒，合拢。梅丽莎洗漱归来，看到的便是哥哥不停打开又合拢怀表盖子的无意识动作。他的目光又一次掺上无奈，嗓音甜美地说道：克莱恩，
把剩下的面包都拿出来，今天记得买新的，还有肉和豌豆。你快参加面试了，我给你做豌豆炖羔羊肉。说话间，他将炉子从角落搬出，借着余炭生火，煮了一壶热水。水快开之前，他打开橱柜底层抽屉，宝贝般拿出一罐劣等茶叶，撒了10来片进壶里，假装那是真正的茶水。一人倒了2大杯，梅丽莎和周明瑞就着茶水分享了2条黑麦面包，没有混杂木屑，没有太多麸质，然而还是不好吃。周明瑞现在身体虚弱，肚子饥饿，依靠茶水边腹诽边强行将面包吞咽完毕。过了几分钟，梅丽莎吃完，拢了拢垂到背心的黑发，看向周明瑞道：记得买新的面包，只要8磅。天气热，太多容易坏掉。还有羔羊肉和豌豆，记得。果然是关爱书呆子哥哥吗？还要强调一遍。周明瑞微笑点头。好，知道了。关于鲁恩王国的1磅，周明瑞根据克莱恩的肉测记忆和自己的对比，认为它接近本身习惯的1斤，也就是0.5千克。梅丽莎没再多说，起身收拾了一下，装好最后那条面包做午餐，戴上母亲遗留的破旧纱帽，拿起自己缝制的装书本文具用提包，准备出门。今天不是周日，他得上整整1天课。从这座公寓到廷根技术学校步行需要50分钟左右，有公共马车1公里1便士，城内最高限额4便士，城郊6便士。梅丽莎为了省钱，都是提前出门，自己走过去。刚打开大门，他又顿住脚步，半转身体道：克莱恩，羔羊肉和豌豆不要买多了。班森或许得周日才能回来。记得，面包只要8磅。好的。周明瑞无奈回答。与此同时，他心里默念了周日这个单词几遍。在北大陆，1年同样分成12个月，每年365天到366天不等，一周同样有7天。前面是天文学的成果，让周明瑞怀疑这里是平行世界，后者则来源于宗教，因为北大陆正统的神灵共有7位：永恒烈阳、风暴之主、知识与智慧之神、黑夜女神、大地母神、战神、蒸汽与机械之神。目送妹妹关门离开，周明瑞忽地叹了口气，很快将心思移到了转运仪式之上。